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株兰花是一个加德利亚兰类的，它的名字叫做小世界 Small World。 它是一株近缘生种的加德利亚兰，名字呢其实就在影片的右上方，我这边再重新放一遍给大家看。这株兰花有2-3年的时间我没有对它进行换盆，所以它现在长得已经超过杯子外面，然后有一些根系呢也长得太多了所以我就对它进行换盆。那这边呢是看到了它最老的几个球鳞茎的部分，我有把它剔除，因为这个部分就只是很老旧的一些组织我这个是不太需要的，所以这边呢是经过打理之后重新又种回去原来的容器里面。那其实这样子不管它也就 OK， 但是呢为了要整齐然后方便拿取我就还是用了一个小铁丝把它们呢稍微的再整理一下，让它比较直立，这样子呢就是会有比较多的平面空间，在拿取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会撞到其他的兰花或是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把其他兰花弄倒。其实这种整理方式其实在加德利亚兰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兰友他们是用铁丝，更粗的铁丝把更大株的这种加德利亚兰呢就是把它们都捆绑住，因为呢很难能够控制它们新长出来的这种叶片的一个方向所以呢还是都要去做一些巩固才不会长得太杂乱。这株兰花其实蛮厉害的，生命力算蛮强的，没有被我养死，真的算它厉害。因为最先这株兰花其实被我拿来实验水培。加德利亚兰的根系其实不适合长期的泡在水里面所以当时呢我其实水培也好几个月不知道有没有1年我忘记了，但是呢如果你到我频道里面头几个最先的影片发布呢就能够看到这株兰花的踪迹。当时是水培，那个时候乱养，没有被我养死，也算是它命大。还好现在呢比较知道这株兰花它需要的是什么，所以用的这样的介质，然后这个是它当时换完盆杯子里面根系的一个状况，我觉得算是处理的还算得当，但是还要等18个月才开始第一朵花苞的呈现，所以养这种兰花呢，特别是有小苗养起就是要有耐心。其实我当时是抱持着如果养不开花就继续养，等到我哪一天真的是烦了再把它处理掉。这株兰花其实也是当时求来的，因为那个兰园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做生意是一个小的在纽约 Upper State 的兰园他呢那个时候网站上还有架设在卖这款兰花，但是当我在跟他联系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卖完了，但是过了2周之后呢他又回我信说他还有找到1株还剩下来的他愿意把它出售给我。我在猜他这一株应该是自己要留下来养的，可能是要拿来做种或者什么的，但是他后来决定还是惜售吧，所以他就把这一株又卖给我，所以算是求来的吧。因为我以为就是没有缘分，但是又2个礼拜之后他又联系我跟我说他有找到1颗，而且是个体比较大株的1颗。但是那时候买的时候他是有跟我说这一株还算是未成熟株，所以他也是跟我讲说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才开花。不过它本来就是属于一款中小型的加德利亚兰所以它的体积也不会过于大。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就比较适合在我这边的环境生长，因为我这边的这个养兰花的空间呢还是有限，因为毕竟是居家环境。那这边看到的就是它整个开花的一个影片的照片的记录，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些影片的片段。那我是觉得这株兰花它的香味没有到我想象的这么的浓郁，因为一般来说加德利亚兰的兰花它的香味是非常浓郁的，不过我很喜欢它的颜色，因为它的颜色是属于这种黄绿色，然后呢有一些小斑点，然后它唇的部分呢就是很传统很经典的这种加德利亚兰的唇，跟它的一个桃红桃紫色。加德利亚兰的这种兰花品种呢
比起蝴蝶兰来说更需要光线，更需要强的光线，然后呢它们对于肥料上面的需求也比蝴蝶兰来的要大所以这种兰花呢它比较需要的就是光照足够，然后肥料足够那这边是9个月过后，间隔9个月它又再度的从新的这个鳞茎上面去长第二个花苞来开第二朵花，所以经过这2次的开花，我相信这株兰花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所以前后是几年啊？大概7年吧。所以呢是非常需要耐心的，不过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这种兰花的确在我频道里面少见。那你看到这边它新长出来的根系也是很多，而且很多都长到戒指外面、杯子外面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不久的将来经过就是要处理它的，因为这样子其实占了很多平面空间，而且它这些长在杯子外面的根系其实有点浪费，因为它没有办法在盆子里面、杯子里面去吸收水分跟养分然后你看到这边它新长的这些都已经长到盆外面，那如果你越不理它，它就会长得越歪七扭八，等到你到时候真的要重新去做拆解就是分株的时候呢，它有时候那个形状就很不利于你重新把它种到杯子里面，可能你种进去的角度就会非常的奇怪，所以就是在快要长到杯子外面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在隔年的春天进行换盆。那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春天的时候，因为春天的时候呢是它们生长根系比较旺盛的季节，也会相对的会比较容易浮盆就比较容易能够再继续的在杯子里面积极生长，而不要等到夏天过后或是秋季冬季。那这边呢是另外一个影片片段，你有没有发现它所有的这些根系呢又长得更多了，而且你看到新的根系跟旧的根系很明显它颜色上面就有差别，但是呢杯子里面的介质的湿度它蛮喜欢的我里面有掺杂一点点少量的水草，然后大部分是树皮还有小小颗的发泡炼石为主。那每一次给它的这肥料浓度虽然是 25%， 但是1/4的浓度但是呢我在每一个礼拜中间会再增加一些喷洒，或是再给它可能1/8杯去尽量保持它杯底还是有一些水分跟湿度。整体上我相当满意这株兰花开花的样子，那也很高兴它终于够成熟能够继续开花，然后没有被我养死是真的相当命大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